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們平常在看新聞的時候，常常會覺得台灣社會上發生的許多事件好像都是獨立的個案，但如果我告訴你這一切的背後其實都依循着同一份劇本在走，你會怎麼想？今天我們就要來拆解這一份隱藏的劇本，看看這些看似毫無關聯的事件究竟是如何被巧妙地串聯起來的。我們從一句話開始，李珍秀接班應該沒問題了吧？這句話的時間點設定在未來的2026年3月。各位請注意，這句話不是出自什麼政治密會，也不是小說情節，而是白紙黑字出現在台灣新北地檢署的一份起訴書裡面。這就奇怪了，對吧？一句看似普通的對話，怎麼會變成法庭上的呈堂證供？這句話的背後到底隱藏了什麼樣的布局？它又揭示了一個多麼龐大的企劃？這個問題就是我們這一次分析的起點。我們要從這條微小的線索開始一步步去解開一個更大的謎團。為了徹底看懂這盤棋局，我們今天的內容會分成6個部分來走。首先，我們會從一個真實的案例，一盤精心策劃的棋局開始說起。接着，我們會為各位解密一份非常關鍵的內部文件，也就是中共的9號文件。然後，我們會逐一拆解這份文件是如何演變成7種不同的武器，從顛覆民主、侵蝕社會，一直到改寫我們的認知。最後，我們會做一個總結，帶大家徹底理解這場看不見的戰爭到底是如何運作的。好的，讓我們直接切入主題。這一切都要從一個真實的案例說起，也就是那盤精心策劃的棋局。故事的主角叫做徐春英，她是一位在台灣生活了將近30年的中國籍配偶。但根據檢方的起訴書，她的真實身份其實是中共上海市台辦官員孫憲民在台灣布下的一顆關鍵棋子。他的任務目標非常明確而且大膽，就是要幫助另一位中配李珍秀成功當上台灣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進入國會。整個計劃非常周詳，甚至連備用人選都安排好了。如果不是徐春英在2025年底被國安單位逮捕，這個劇本可能就真的照着他們寫好的結局完美上演了。好的，一個政治滲透案件的背後究竟隱藏了什麼樣的頂層戰略思維？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就必須解鎖一把關鍵的萬能鑰匙。這把鑰匙就是所謂的9號文件，它的全名非常長，叫做《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在2013年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這份文件呢，其實就是一份內部的思想控制綱領，它列出了7個中共認為會嚴重威脅到黨的統治的錯誤思潮，也就是中共最害怕的7件事。它系統性地梳理了共產政權和自由世界之間的核心差異，而且毫不掩飾地直接把兩者定義為敵對關係。重點來了，這份文件最厲害也最值得我們警惕的地方在於，它是一份軍民兩用的指導原則。在中國內部，它是用來壓制異議、鞏固統治的防禦之盾；但當它被應用於外部，特別是針對台灣的時候，它就搖身一變，成了一把用來攻擊與破壞的進攻之劍。簡單來說，就是一句話：中共在國內最害怕、最需要強力壓制的是什麼，他就拿什麼來當作武器，反過來攻擊台灣。好的，接下來我們就來逐一拆解這7把劍。首先來看第1到第3把，他們的共同目標就是從根本上顛覆民主體制。第一把劍，它針對的目標就是西方憲政民主。在中國內部，這面盾牌的作用是絕對禁止談論三權分立、多黨選舉這些概念，以此來確保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但當這把劍揮向台灣時，策略就完全反過來了。它不是從外部去攻擊台灣的民主制度，恰恰相反，它要利用台灣的民主選舉程序，把自己的人安插進體制內部，從裡面來瓦解你。中研院的吳建民老師有一句話可以說是對這個策略最精準的總結：中共從來不正面攻擊你的制度，他把自己變成你制度的一部分。我們剛剛提到的徐春英案就是這個策略最活生生的例子。你看，他就是把台灣的政黨提名和選舉機制直接變成了攻擊台灣自己的彈藥。接下來我們看第2把劍它的目標是普世價值。
在中國國內，他們會把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普世價值，批判成是西方國家用來顛覆他們的政治武器。但對台灣，他們的操作就非常有趣了。他們反過來撿起這些他們自己不要的詞彙，當成武器，用來攻擊台灣的司法體系，製造社會的對立跟分裂。各位可以注意一下，每次當台灣的司法機關依法偵辦共諜案或相關滲透案件的時候，中共的國台辦總是第一時間跳出來，用綠色恐怖、踐踏民主、妨害自由、戕害法治這些詞彙來高聲叫罵。這就形成一個非常諷刺的畫面，一個全世界公認的威權政體，竟然拿着一套批評威權的詞彙來攻擊一個正在依法捍衛自身民主制度的社會。第三把劍瞄準的是台灣的公民社會哦。中共在國內是嚴格禁止任何獨立於黨的社會組織存在的，像是獨立工會或 NGO， 因為他們非常清楚，這些組織最終會形成一股政治對抗的力量。那麼，當他們的手沒辦法直接伸進台灣去控制這些組織的時候，該怎麼辦呢？答案是從台灣最基層、最不容易被監控，同時也最容易讓人卸下心防的地方下手，像是宮廟、里民活動中心、中青會等等。看完了前面顛覆民主體制的3把劍，我們繼續聊下去。第4和第5把劍，它的目標轉向了侵蝕我們社會的經濟與資訊結構。第4把劍跟經濟有關，它利用的是一個聽起來有點學術的概念，叫做新自由主義。簡單來說，在中國，黨必須絕對控制市場和資本，防止他們反過來影響黨的權威。但對台灣，中共發現一個更聰明的方法，根本不需要自己動手，他們只要透過中國市場這個巨大的利益來當作誘餌，去脅迫那些想賺錢的私人企業，這些企業就會自動自發地替他們去執行政治意志。2016年的周子瑜事件就是最經典的案例。當時年僅16歲的周子瑜，只是在韓國的節目上拿了一下中華民國國旗，就被舉報為台獨。接下來，華為等中國廠商立刻宣布終止合作，讓他的韓國經紀公司面臨巨大的商業損失。結果呢，經紀公司為了商業利益，馬上逼迫周子瑜錄製了一段潮脆的悼電影片。你看，整個過程，中共官方完全不用出面，商業邏輯會自動幫他們完成剩下的一切。第5把劍揮向了新聞自由。在中國，黨管媒體是絕對的原則，所有的記者和媒體本質上都是黨的宣傳工具。那在台灣，他們做不到這種硬性的管制，於是就利用台灣寶貴的新聞自由環境，把它當成意識形態滲透的破口，進行情報的收買和假訊息的散播。之前有一位綽號馬德的政治線記者，在立法院以提問犀利聞名。但檢方後來調查發現，他涉嫌長期透過虛擬貨幣收取來自中共的大筆資金，再用這些錢去收買現役和退役的軍人，來換取我們的軍事機密。他的記者證就成了他從事間諜活動最好的保護色。這類案件最嚴重的後果，不僅僅是情報洩露，更是從根本上動搖了整個社會對媒體的信任。接下來這2把劍超級重要，因為他們攻擊的是我們腦中最深層的歷史記憶與核心認知。第6把劍叫做歷史虛無主義。簡單來說，就是透過扭曲、否定，甚至抹去某一段歷史，來達成特定的政治目的。在中國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指的就是膽敢去質疑黨的歷史，這是絕對不被允許的。因為這會動搖到他們執政的合法性。但在台灣，中共卻反過來把歷史虛無主義當作一種進攻武器。他們系統性的改寫兩岸共同的歷史，像是抗戰史，刻意淡化或抹去當年國民黨政府在正面戰場的功勞，然後宣稱自己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從而奪取這段歷史的詮釋權。最後，我們來看第7把劍，它針對的是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中國國內，他們不允許任何人挑戰這條路的優越性。但在台灣，他們的做法更為隱蔽，也更為長遠。他們的目的是讓你長時間浸泡在他們精心塑造的資訊環境裡，
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你的認知，讓你開始懷疑自己的制度，甚至讓你打從心底親口說出中國模式比較好。台灣網紅館長陳之漢近年來的轉變，就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樣本。從2019年他站在第一線舉辦反紅媒大遊行，到2025年他親自去上海開直播，讚嘆中國的城市發展，再到回台後公開向過去他強烈批評的親北京媒體道歉，甚至說出“我們都是中國人，幹嘛當美國人的狗”這樣的話。這中間戲劇性的轉變，其實就是中共認知作戰真正想達成的終極目標，讓台灣人自己說服自己，中國模式比台灣民主更優越。好了，我們拆解完這7把劍之後，現在終於可以把所有的線索拼湊起來，看清楚這場無形戰爭的全貌了。整個戰略的核心邏輯其實非常一致，而且始終如一，那就是中共為了維護自身政權而最害怕、最恐懼的東西，反過來就成為了他用來對外擴張最主要的武器。這套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邏輯，可以說貫穿了所有對台的滲透工作。我簡單整理一下這套劇本的執行步驟。第一步，辨識出民主社會的核心優勢，像是自由的選舉、開放的媒體、活絡的公民社會等等。第二步，把這個優勢重新定義成一個可以被利用的弱點。第三步，利用民主社會自己的遊戲規則，從體制內部進行滲透和利用。而最終的第四步，就是要從內部製造社會分裂，侵蝕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最終徹底改變人們的認知。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這份9號文件揭示了一套內部之盾、外部之劍的雙重戰略。它將中共內部最恐懼的7件事轉化為7把用來滲透台灣的武器。從體制、社會到認知，這是一場全面性的無形戰爭。看懂這套劇本，是我們辨識這場戰爭的第一步。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